杨幂、章子怡联手排挤赵丽颖，太假了！酱园弄上映了，豆瓣开分5.9，口碑可谓好坏参半。但剧情之外，演员之间的互动倒成了网友捕风捉影的谈资。这不，先前酱园弄剧组亮相某盛典时，一张全员合影就引发了舆论狂欢。画面里，导演章子怡和杨幂等主演悉数在场，却唯独少了赵丽颖。赵丽颖被排挤的话题迅速被热议。确实，与其他85花相比，赵丽颖像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相比于唐嫣、杨幂、刘诗诗等之间的情感交织，她与其他人似乎鲜少有交集。其实，当杨幂和赵丽颖同时出现在酱园弄的演员名单时，他们之间的较量就不可避免了。但这份较量却被网友带偏了，成了番位的较量，成了人际关系的较量。双商在线的杨幂成了那个带头孤立赵丽颖的人，甚至还传出杨幂、章子怡抱团排挤赵丽颖，这是从何说起呢？在酱园弄上映前，杨幂和章子怡的互动就比较友好。除了两人之前就有交集之外，酱园弄在戛纳宣传期，杨幂也是老老实实给章子怡做陪衬，低调站角落让镜头，一点也不抢占章子怡的风头。而且在戛纳电影节发布会上，杨幂表示自己和章子怡拍戏很紧张，但章子怡却发微信一直鼓励她、安慰她，甚至在发布会之前都一直在安慰杨幂。可见杨幂的情商真的很高，她明白章子怡是主场，不喧宾夺主。章子怡也多次公开夸赞杨幂敬业又努力。毫无疑问，赵丽颖依旧缺席了戛纳红毯。当然，杨幂和章子怡的互动还不限于公共场合，私下两人交流也很多。6月5日，杨幂在微博晒出一张芒种主题的小麦蛋糕，配文：小麦说我熟啦。没想到章子怡很快现身评论区留言：蛋糕，想起了我们的蛋糕，上海咱们约蛋糕局。这波互动被一些网友指出是用私人互动为电影造势。当然，面对外界猜测，章子怡霸气表态：我和杨幂的合作只为艺术，别瞎带节奏。杨幂被问及蛋糕局，则笑称：国际章的品味，我哪敢怠慢。两人一唱一和，既澄清了刻意营销的争议，又让电影更具话题，真一举两得。我想应该也有不少网友看到过关于他们的互动，而赵丽颖却始终像个透明人。这样一来，杨幂、章子怡联手排挤赵丽颖的传闻就在粉圈传开了。但事实上呢，不管是杨幂还是赵丽颖都不曾理会这些传闻，而叫销声最大的番位问题，两位演员更是不在乎。杨幂公开表示，演员的首要任务是角色塑造，那一排名字的顺序都该为角色让位。赵丽颖更是一头扎进剧组，她最看重的是成为一个好演员。如此，两人也就不存在什么外界传闻的争议。我倒是觉得杨幂与章子怡在电影里有很多对手戏，两人互动更多一点也正常。而赵丽颖与章子怡几乎是没有对手戏的，拍完后也就离开了剧组。对于两位的争议，章子怡用一句话就很好地还原了事情的真相：他们都是专业的演员，我们之间只有合作没有竞争。赵丽颖很真诚，杨幂很努力，大家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奋斗，这应该就是好演员之间的惺惺相惜吧。说句题外话，杨幂这次在酱园弄的表现真的很好，她饰演的王许梅从头到尾都立住了，这次她不是被嘲讽，而是被肯定。其实不管是杨幂、赵丽颖还是章子怡，她们都是演员，她们的目标都是成为好演员，她们之间应该是互助。就像电影里的人物詹周是饱受暴力，自救未果，只有杀了大块头才能逃离。而王许梅被陷害入狱，为了活下去左右逢源，在狱中她教会了詹周是该活下去。
希林是走在前沿的觉醒女性，丈夫出轨，她修夫靠写作养活自己，并真心为詹周氏发声，为她指引方向。当时代的3种女性站在一起帮助女主，这就是女性互助的具象化吧。同样的，现实生活中，女性之间除了竞争，更多的是我懂你。2. 风水轮流转，酱园弄播后，赵丽颖获官方力挺，杨幂现争议。酱园弄刚播1周，赵丽颖被骂上热搜，杨幂却被夸上头条，结果官媒一开口，风向全反了。先说最离谱的部分，开播前3天，赵丽颖的词条全是妆造浮夸，台词像朗诵，卷发配猫眼镜被吐槽像从综艺开始推理吧穿越来的，法庭上的慷慨陈词被观众按头没共情。但6月24日，人民文娱一篇时代夹缝中的女性互助，直接把舆论掰了个180度。文中就一句赵丽颖饰演的希林为大荧幕注入支持女性风骨，瞬间让黑子闭了嘴。毕竟官媒盖章的风骨，可比网友骂的浮夸分量重多了。不过争议没停，有人翻出赵丽颖法庭戏的原片，字正腔圆的台词，确实像在学校朗诵课文。但仔细查背景才发现，故事发生在1940年代，那会刚普及国语，知识分子演讲本就讲究字正腔圆。更关键的是，这场戏是为封建司法下的女性发声，语言本身就是角色意识的延伸。这么一解释，朗诵感反而成了还原时代的巧思。再看杨幂这边，她演的女球王许梅，开播时几乎被夸上了天，蓬头垢面的球服，藏满黑泥的指甲缝，蹲在地上擦血时的颤抖，细节到让观众起鸡皮疙瘩。连我这种挑刺的都得说，这哪是演女球，简直是把女球的魂都抓过来了。但夸着夸着，质疑声就冒头了。有网友翻出杨幂近几年的转型作品《哈尔滨1944》里的毁容式演技，《万物生》里的文艺角色，总带着点偶像剧女主的影子，用力过猛的表情，刻意凹的氛围感，像在说看，我在转型。这次酱园弄虽然表现亮眼，却被调侃投机式转型，挑个能露演技的角色突击亮相，到底是真突破还是蹭热度？其实赵丽颖的转型早有预兆，《幸福到万家》里的村妇和《幸福风吹半夏》里的女老板许半夏，第20条里的聋哑母亲郝秀萍，哪一个不是和她本人反差极大的角色？宁静早就在综艺里说过，这姑娘钻演技得很近，比很多同辈都强。张艺谋更夸她用细微表情代替台词的感染力，少见。连央视6公主都专门花5分钟分析她的表演。现在看《酱园弄》里的希林，不过是她转型路上的又一步而已。反观杨幂，转型之路明显慢了半拍。早年在仙侠剧里当古装美女当习惯了，等一时到要转型时，赵丽颖已经交出了多张满分答卷。这2年她也在努力剪短发、增肥、接现实题材，但总像在演转型。就像《哈尔滨1944》里，她明明化了粗粝的妆，眼神里还带着点我是大明星的傲娇，观众又不瞎，能看不出。现在酱园弄播到第7天，赵丽颖的词条变成了官媒认证的支持女性风骨，杨幂则多了转型是否投机的讨论。其实演员转型哪有那么容易？赵丽颖用了5、6年，从花瓶到实力派，每一步都有作品打底。杨幂现在才开始使劲，急不得也骂不得。但有句话的说在前头，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你是真琢磨角色，还是演努力转型？看剧时的感觉骗不了人。就像酱园弄里赵丽颖的朗诵台词，开始觉得出戏，懂了背景才知是巧思。杨幂的女球细节，夸着夸着就品出了演的痕迹，这大概就是真演技和演技的区别吧。最后想问，你觉得杨幂要多久才能撕掉偶像剧女王的标签？